今天的全网手册带你们来看一看新纪元 ET。那新纪元 ET 的外观啊，其实我们多次的车展之后呢，已经比较熟悉了啊。我今天拿到实车之后呢，主要是注意到了几个细节。那这个前脸啊，你看到是一个非常有这种电动车感觉的这个设计啊。但是其实呢，在做减法的同时啊，新纪元呢它的设计师啊、工程师的一些小心思啊，也是能看到的啊。比如说这个棒式的这个机舱盖，这个很考验这个工艺啊，而且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更加的有豪华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这下面呢是一个可编程的叫 ISD 的这个液晶显示屏啊，上面是可以显示一些比如说我的转向灯啊，或者是一些可爱的图案等等。那再下面呢是一个投影，它是可以在路面上去投射一些你需要的图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提升这个车的可玩度的啊。那另外呢，我注意到这台车它的下格栅部分其实是一个可变的这样的一个进气口。那这个格栅呢，我猜测是可以根据时速的变化去进行调整，来降低风阻降低能耗。那这个车其实我看到它是一台标准的532布局的这样的一款产品，也就是接近5米的长度，3米的轴距接近2米的宽度。所以这款车从正面看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宽啊？但是我们来到它的侧面，你会发现这款车虽然整个车身其实很魁梧，但是并没有像这个车尺寸接近的，比如说理想的 L7、L8 这样的车型，感觉有那么一点 MPV 的感觉啊。这台车并没有，它是做了一个有点下溜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让这台车的侧面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动感。那从侧面其实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短短的这个区域已经集中了1、2、3、4个摄像头包括前面的激光雷达这台车它的智能化配置会非常的高。另外呢，注意看这里，这是米其林的轮胎加上21寸的轮毂 ，OK 没问题。我们看到里面这是6活塞的卡钳，注意我今天跟他们的产品经理沟通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就是新纪元 ET 它会全系标配6活塞卡钳，是不是被惊到了？所以安全依然是新纪元他们重点打造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再看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充电盖板的打开方式其实前段时间呢，星途刚刚公布了这款车，它是首款搭载宁德时代的神行超充电池的。那这个电池呢，可以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下依然可以快速的去充电这个可以对很多北方的朋友是有吸引力的。那我们看尾部，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简洁风配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注意看这里的尾门的打开方式是不是有点眼熟跟我们那个智界 S7 是一样的打开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应该说还可以吧。其实这个空间做一个7座或者6座车，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这里是做了一些分类的这个存储的设计，还蛮贴心的。那这款车呢，其实它是提供纯电动和增程2种版本的。那这款车是纯电动车型，它的发动机舱盖下面呢还是有一个前备箱的，这样的话呢储物的空间可以去拓展一些。好，那我们接下来到车里面去看一看。其实我今天一拿到这台车我就等着这一刻了非常期待这台车它的零重力座椅。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键，现在就等待着进入零重力躺平模式。这个零重力座椅呢，相比之前的这个很多的女王副驾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座椅除了给你腿抬起来之后呢，它整个腰也会这样向后倾斜，这样的话整个身体几乎是处于一个水平的状态那我们调回来的话呢，也可以恢复到这个坐姿。另外呢，为了最大程度照顾这个脚部的空间这个传统的这个手操箱的位置是取消了，做了一个内凹的处理。那你可能要问了，这手操箱也没了，那这个车的空间去哪儿了？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空间了。来，带大家领略一下新纪元 ET 的心动吧台我们把这个扶手区域给它挪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前排这个位置，哇，直接是多出来一个可以放大长腿的地方那这个区域呢，和这个主驾、副驾连在一起，真的就成了一个大平层的感觉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让你这个坐车的时候更加的轻松，对不对？没有这种中央扶手区带来的这种压迫感腿部可以想怎么放怎么放。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一上车就注意到这个东西，我很好奇它是干什么的。那产品经理告诉我呢，这个区域他们是可以后续去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第三方厂家联合去推出，比如说你可以装一个小冰箱放在这儿或者是装一个茶吧
啊，或者是你就是想装一个储物箱也没什么问题啊，放在这个位置，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灵活的去调整这一块大空间的使用情况，是不是想法很棒？那我们跟随心动吧台的角度来到后排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台新纪元 ET 呢就成了一台4座的这个行政 SUV 了，发现没？然后这个车它的这个座椅呢也是支持靠背的角度调节，然后前后可以调节，然后你看看它的腿部空间啊，3米轴距的5座车啊，空间是没得说的。然后最主要它这个腿部的承托性也非常好，这个坐垫长度真的在这个价位的 SUV 里面也是不多见的。另外呢，上面还有一个独立的空调出风口，后排是独立的空调，反正呢，在这个舒适度的营造方面，真的是做的挺到位的。那后排如果你想要坐5个人也很简单啊，在后排有独立的心动吧台的这个控制，把它推到前面去，中间就可以坐人了。那这个地方呢，靠背可能会稍微有点硬，因为它是一个杯架，然后这里呢，它还有一个小储物空间啊，细节做的还是蛮贴心的。那最后我们再到前排去看看，主驾体验起来怎么样？那来到前排啊，这台新纪元 ET 的设计其实是非常简约的啊，2块屏幕加一个方向盘啊，2个拨杆啊，基本上就没了。这地方还有一个香氛。那这个设计啊，其实跟咱们之前开那个智界 S7是有点像的啊。这个特别是这个方向盘的造型，比它那个稍微要再宽一点，但是呢，都是不遮挡这个前面这个仪表盘的这个造型。但这个仪表盘啊，小吐槽一下，就是它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啊，因为这边要是放置一个摄像头嘛，所以看起来如果你不特意去看的话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有强迫症啊，你可能会有点难受啊。这个我是觉得可以改进一下。那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材质让我印象非常深，那所见之地啊都是有这个软质包裹、皮质包裹，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放雨伞的区域呢，里面也是打磨的非常光滑啊。这样的话呢，你手基本上是摸不到任何的这个硌手的地方。材质方面呢，这台车啊也是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前面这个整个区域，还有这些区域，还有这个区域，它都是用到了这个实木材质的这个装饰板。那这是完全实木材质，当然是顶配才有的啊。然后这一圈不灵不灵亮的，你可能以为是镀铬装饰，其实不是的啊。新途的人员告诉我呢，它其实是一个真铝材的这样的材质，所以你不用担心后期它会掉漆什么的啊。它是一个真实的铝材组成的。最后呢，再来说一说它的这个系统啊。今天呢，新途的工作人员刚刚给这台车刷了新途最新的这个 2.02 版本，所以呢，我看到这台车它的这个系统和咱们那台新纪元 ES 已经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这台车它是有这个心动吧台，有这个 HUD，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驾驶辅助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功能的。那这些呢，动态的部分啊，等到后面我们拿到这台车有机会去做动态的试驾，再给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今天体验了一圈啊，这台新纪元 ET 呢，给我的感受就是2个词：很大，很舒服。在空间的打造方面啊，非常到位；在舒适感的营造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下功夫啊。这些呢，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实车的体验一下，才懂我说的意思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后续肯定还会对这台车进行动态的体验啊，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今天的抢先试驾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有趣有料，欢迎关注汽车天涯。